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佛历5月下13，万象多云，26到37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4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跌幅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6.7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2基普，涨幅0.19%。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892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094.47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4.78点，跌幅1.33%。开盘1124.18点，最高1124.18点，最低1089.47点。成交量968300股，成交金额15.6448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650基普，交易量967400股，其次是浦西开发和马哈腾。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650基普，交易额15.6281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08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31万基普，涨幅0.8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4月2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43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7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36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一、越南国家主席梁强率团访问老挝。4月24日，越南国家主席梁强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万象瓦代国际机场，开始对老挝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国事访问。老挝主席府办公厅主任坎曼尼彭塞纳女士作为国家元首特使，率代表团在机场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此次访问是应老挝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邀请进行的，旨在深化两国传统友谊、特殊团结与全面合作关系。访问期间，梁强主席将与通伦主席举行正式会谈，分别会见老挝国会主席赛颂彭丰威汉和政府总理宋塞西潘敦，出席老越友好交流活动，并参访凯山丰威汉博物馆等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二、老挝筹备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4月24日，老挝外交部召开会议，部署落实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过渡计划。会议由外交部长通沙万彭威汉主持，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最不发达国家高级代表拉巴卜法蒂玛女士出席会议。来自各政府部门和联合国驻老挝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老挝在2026年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准备工作。根据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2018年评估，老挝首次满足3项毕业标准中的2项。2021年第2次评估时已满足全部3项标准。2024年第3次评估继续保持达标状态。老挝将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作为长期奋斗目标，体现了融入国际发展进程的决心。不过，老挝仍需要联合国、国际组织和发展伙伴的持续支持。3. 老挝地标酒店积极推动国际旅游发展。4月23日，地标酒店总经理奥拉泰桑提孔卡女士会见到访的中国记协代表团。作为老挝首家由本土企业全资运营的5星级酒店，地标酒店自2012年开业以来，通过参与国内外旅游展会、承办东盟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持续推动老挝旅游业发展。酒店坐落于湄公河畔，拥有可容纳1800到2000人的会议中心及多种餐饮设施。奥拉泰桑提孔卡女士表示，酒店近期将重点开拓中国及东盟市场，
配合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的推广计划。中国记协副主席李秀珍对酒店接待表示感谢，并强调将加强中老媒体合作，促进旅游宣传。4. 老挝萨曼空储蓄小额信贷机构正式开业。4月24日，老挝首家专业储蓄类小额信贷机构萨曼空储蓄小额信贷有限公司在万象市塞瑟塔县农暖村举行开业仪式。老挝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局局长为松塞松坎，塞瑟塔县副县长康萨旺科塞等政府代表出席。公司董事长苏拉德潘图拉翁波、股东代表维拉康萨旺瓦利及各界嘉宾共同见证。该机构注册资金达300亿基普，是老挝央行监管体系下的专业金融机构。董事长表示，机构将通过数字化技术提供安全便捷的存贷款服务，致力于成为行业标杆。5. 中老开展肉牛养殖技术交流合作。4月20日至26日，老挝农林农村发展研究院代理院长佩马尼桑雅山博士与农林部畜牧渔业司副司长潘塔翁翁萨彭率团访问中国，就肉牛育种技术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开展交流。研究所所长张军民陪同代表团参观了北京多个畜牧科研基地及昆明市华西牛示范养殖场。双方于2025年3月11日签署的合作协议，将通过种质资源引进、技术培训等方式，提升老挝肉牛产业水平。6. 老检越3国仪仗队联合彩排共庆越南南方解放50周年。4月22日晚，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的越南南方解放5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老挝、柬埔寨和越南3国仪仗队进行了联合阅兵彩排。老挝人民军仪仗队由第11师师长少将松蓬凯西拉率领，与越南人民军、柬埔寨皇家军队仪仗队共同参与演练，吸引了众多越南民众到场观看。此次联合训练旨在为即将到来的重大纪念活动做最后准备，确保正式阅兵式的高水准呈现。3国仪仗队整齐划一的动作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展现了深厚情谊与专业素养。7. LTH 公司20周年庆抽奖活动圆满举行。4月23日，老挝 LTH 公司在成立20周年庆典上隆重举行抽奖仪式。公司运营总监普里亚瓦普林西提拉先生和扎卡彭马拉班迪先生共同主持了本次活动，为幸运顾客抽取了包括电动汽车、电动摩托车等在内的丰厚奖品，总价值超过6亿基普。作为老挝唯一获得苹果官方认证的授权经销商和服务提供商， LTH 公司此次以感恩同行20载为主题，通过回馈活动答谢客户长期支持。获奖顾客纷纷表示欣喜，期待未来能继续参与此类回馈活动。8. 万象省发生2少年溺水事故。4月23日，万象省维康县纳尼村发生一起溺水事故，2名14岁少年在游泳时不慎溺水，经潜水搜救队全力营救，目前已找到1名落水少年，但已无生命体征。对另一名失踪少年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地政府已加强水域安全管理，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